抽丝剥茧，还原案件真相，探索人性真假善恶，大案纪实。最近一段时间，黑龙江省的宁安市东京城镇的杏山村一直沸沸扬扬，人们惶恐不安，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一件事情。2个月前，在这个村庄一个农家院的菜窖里，警方发现了2具男尸。当警方往出挖掘尸体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菜窖的底部竟然还藏匿着早已经腐烂，剩下白骨和一头长发的第3具尸体。不仅村子里的老百姓，就连警方也感到十分惊骇。而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惊惧。7年以前，这个农家小院里还曾经有一个男人被杀，尸体至今不见踪影。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系列的杀人案都是一个女人所为。在杏山村，在这个农村院落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一个看似平常的女子，为什么能够大开杀戒？为情、为仇，还是为财呢？7月21日，记者赶赴宁安，与宁安头号女杀手面对面，揭开了这起鲜为人知的内幕。宁安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一个拥有44万人口、风景秀丽的小城。奔流不息的牡丹江水缓缓地从小城中流过，江上的一座宁安桥连接起了江南和江北。在江南，在牡丹江的上游，有一个小镇叫做东京城镇。不仅名字与国际大都市相似，就连外号也十分响亮，素有小香港之称。因为交通的便利，使得这里的流动人口比较多，四面八方的人们赶到东京城镇从事贸易、旅游等活动，拉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小香港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3管3不管，铁路、林业、当地政府3足鼎立。在东京城镇，一条马路东面归铁路管辖，西面归地方管辖的情况十分常见。当地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局面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外来人口混杂，加上管理的特殊性，最近几年宁安市东京城镇接连发生了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去年，私家车主杨鹤强奸杀人频频作案，先后有5名幼女被奸杀。而距离杨被捕整整1年以后，东京城镇再次轰动。这一次主人公是年仅40岁的苏娟，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妇女。居住在东京城镇杏山村的刘老大今年65岁，20多年前就已经离异了，2个儿子随着前妻改嫁去了山东。刘老大孤单一人生活了有几十年。今年的4月24日，刘老大在村里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找了一份做饭的临时工作，干了3天，工友们对他做饭的手艺还算是满意。但是到了第4天，也就是4月27日，大家发现刘老大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工友们也并没有太在意，很快就将这个只上了3、4天班的伙计给淡忘了。杏山村的一位村民说，他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大是在4月26日晚上7点多。4月27日，刘老五得知大哥没有到工地去上班，便到其家中去看望，发现房门已经上锁，屋内电灯仍然点着。顺着窗户望进去，炕上被褥也放得很整齐。刘家兄妹纷纷猜测大哥的去向。一时间，刘老大的失踪成了谜团。
一个谜团未解，一个谜团又出现。相隔3天，4月29日，46岁的刘老六也失踪了。就在4月初，刘老六与妻子打架，致使妻子离家出走。刘老六的情绪一直都十分低落，多次称要外出去寻找妻子。4月29日晚上6点多，刘老六找到三哥，要苏娟来借款5000元的欠条，说苏娟要还钱。刘老三将欠条交给了刘老六以后，刘老六约定当天晚上就将钱给送回。当晚9点左右，刘老六给自己家三姐打了一个电话，称以后将儿子交给三姐了，并告诉三姐家中12万元存款和账本存放的位置。第二天上午，刘老三见到弟弟未将欠款给送回，便到弟弟家一问究竟。结果呢，发现刘老六的家门锁着。刘老三又来到了苏娟家，得询问弟弟的去向。苏娟称头一天晚上已经将5000元钱还给了刘老六了。刘老六又将自己将近26亩的田地以2.5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苏娟。这一系列情况让刘家兄妹感到非常蹊跷。弟弟即使外出去找妻子，也应该提前打个招呼，为什么还要托付孩子告诉三姐存款的事情呢？为什么要把土地承包给苏娟呢？刘老大和刘老六的失踪让刘家乱作了一团，兄妹几个开始四处的寻找，但是没有结果。5月7日，刘家兄妹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在陈述事情经过的时候，兄妹几个提到的一个问题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刘老大和刘老六都曾经借钱给苏娟，失踪前刘老六去苏娟家要钱了。2009年的3月1日，刘老大借给苏娟1万元钱，月息1分。2009年的6月，苏娟找刘老六借钱，刘老六当时手头比较紧，便从三哥那里借来5000元钱，转借给了苏娟。随后宁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东京城镇中队的侦查员们潜入村庄，开始调查走访。侦查员在刘老大家和刘老六家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家里都有数千元的现金。如果两个人真的离家出走，家里怎么会留下这么多的现金呢？如果两个人已经遇害，当时正是春耕时节，在田间地头忙碌的人们也没有发现尸体。就在侦查员感到困惑的时候，5月10日，一条短信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刘老六的手机号发出了一条短信，收信人是刘老六的三姐。短信称：三姐，我把大哥打死了，我要去山东做生意，他不同意，我一失手把他推倒了，他的头撞在门框上死了，你们不用找我了，我不想坐牢，我跑了。按照这条短信的内容，两人失踪的谜团似乎已经解开了。刘家兄妹甚至是一度相信了短信里所说的事实。但是细心的侦查员们比对了刘老六发短信的习惯，刘老六失踪前所发的短信语句之间的间隔均为逗号，失踪以后短信内容中间的标点符号齐全，逗号还有句号运用的非常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刘老六失踪以后的短信内容所述的事情过于详细，如何打死大哥的过程、原因以及为什么要把地承包给苏娟等事情都一一做了说明。更奇怪的是，警方每次找苏娟谈话以后，刘老六的手机便会发出短信。从5月10日到5月16日，刘老六的手机分别给自家的三姐以及妻子发送短信，前后多达10余条。从内容上看，
似乎就想要证明自己离家与苏娟没有任何的关系。警方运用了技术监控手段进一步侦查，最终将目标锁定了苏娟。今年40岁的苏娟曾经在宁安市卫校上学，毕业以后在东京城镇第2人民医院实习过，但并没有执业医师的资格证，在杏山村当过一段时间的村医，后来被卫生监督部门给取缔了。从2001年以来，苏娟就居住在娘家，和父母已经4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一个是她的亲生女儿，一个是她妹妹的儿子，还有2个是她弟弟的儿女。苏娟与丈夫分居将近10年，丈夫一直都在浙江省宁波市打工，但2个人并没有离婚。随着对苏娟的调查深入，警方初步认定刘老大和刘老六可能已经惨死在苏娟的手中。5月19日，警方再次来到苏娟家，侦查员蒲岩无意中问了一句：“哎，你家有菜窖吗？”苏娟立即否认。蒲岩顿时警觉，在之前通过暗访，警方已经从村民那里了解到苏娟家中有菜窖。苏娟撒谎的表现愈发令警方怀疑。蒲岩在苏家的院子里很快就发现了菜窖，只见上面放着一堆1米多高的杂草，挪开杂草，菜窖的铁盖子上还压着一个旧轮胎。蒲岩打开菜窖，里边堆满了各种的垃圾，臭气熏天。正当蒲岩顺着菜窖的梯子想要下去查看究竟的时候，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苏娟冲了过来，撕扯蒲岩，又抓又挠，并死死地抓住了蒲岩的胳膊，制止他进入菜窖。其他侦查员这时上来制止住了苏娟。3米深的菜窖里堆满了垃圾，蒲岩先用一只离地的叉子在垃圾上插了几下，竟然挑出了一个床单的一角，紧接着一双脚就露了出来。之后2个用床单包裹的尸体也出现了。经过辨认，2个人正是刘老大和刘老六，2个人的舌头都露出了半截，面部表情非常的狰狞。至此，兄弟2个失踪的谜团才算真正解开。随后，苏娟被警方带走。记者在警方的案卷记录中看到，苏娟对自己杀死刘老大和刘老六的事情供认不讳。4月22日，刘老大找到了苏娟，称要再婚，需要用钱，要求苏娟把1万块钱连本带利还给他。苏娟拿不出钱，便敷衍刘老大过几天再来取。4月26日的晚上，当刘老大再次来到苏娟家里取钱的时候，苏娟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安眠药药粉的2粒胶囊，骗刘老大服下。等刘老大昏睡过去以后，苏娟将其狠狠地勒死，随后找出了一个新的床单，将刘老大的尸体严严实实地包裹住，用绳子捆上，扔进了菜窖里。做完这一切以后，苏娟想到自己还欠着刘老六5000元钱，眼看到期也没钱还了，于是苏娟索性1不做2不休，准备将刘老六也杀死。4月29日，苏娟将刘老六骗到家中，用杀死刘老大一样的手段将刘老六给杀死。按照苏娟的供述，侦查员蒲岩做了一个试验，一个小小的空胶囊里竟然能装下整整8片安眠药的粉末，2粒胶囊16片安眠药的剂量足够致使体重80多公斤的刘老大和70多公斤的刘老六昏睡不醒。这也使得苏娟在杀死2个人的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任何反抗，轻而易举的就将兄弟2个给勒死。杀死刘家兄弟以后，苏娟得知刘家已经报案，警方开始调查以后，
便用刘老六的手机号分别给刘老六的三姐和前妻发短信，试图造成刘老六误杀刘老大以后畏罪潜逃的假象，来转移警方的视线。只是这种伎俩并没有掩盖住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此时听说苏娟杀死刘家兄弟俩的消息以后，苏娟的弟媳妇李英的家人从邻村赶了过来，向警方报案，称女儿自从5年前留下一封信说去外地打工以后，一直都没有回过家，与家里彻底的失去了联系。现在苏娟家里出事了，他们怀疑自家女儿李英可能也被苏娟给杀死了。难道这第3具尸体就是李英吗？警方一方面提审苏娟，另一方面采集李英父母的 DNA 和白骨的 DNA 送到了公安部门进行鉴定。5月25日，苏娟供认了自己杀死李英的整个过程。2005年11月，李英从宁波打工回来，向苏娟来索要打工前寄存在苏娟手中的1.4万元钱。苏娟称，为了照看李英家的2个孩子，钱都已经花光了。李英对此非常生气，和苏娟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苏娟认为这些钱都花在了李英家的孩子身上，李英却不依不饶地追要这些钱，于是就产生杀死李英的想法。当年11月底的一天晚上，父母以及弟弟不在家，4个孩子也早早的入睡。李英因为感冒刚刚打完点滴，在婆家西屋的卧床上休息。苏娟趁李英身体虚弱之机，用麻绳将自己的弟媳妇活活勒死。杀人以后，苏娟将李英的尸体抛在菜窖内。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的臭味被别人给闻到，5年以来，苏娟一直将粪便等垃圾扔进菜窖内。杀死弟媳妇李英的第3天，苏娟伪造了李英离家出走的一封信，并放在了大门口。之后，苏娟又用李英的手机给李英的妹妹发短信，称马上就要上车了，要妹妹照顾好父母，自己以后不会回来了。等到弟弟得知消息从外地赶回来以后，苏娟又告诉弟弟，你媳妇儿跟别人跑了，她不要你了。这一系列的谎言将2家人骗得团团转，大家都认为李英确实是离家出走，很有可能是在外边已经遇害了，或者是在外边有了外遇了。家丑不可外扬，李英的婆家和娘家都选择了沉默，没有人去想到报警。今年的6月22日，公安部的鉴定结果出来了，苏娟家里菜窖里所发现的白骨正是李英的遗骸。杏山村的人们将这一消息传的是沸沸扬扬，村民们的后知后觉更将这起凶杀案大肆渲染。一时间，村民们都不敢从苏娟家门前的小路经过，到了晚上，家家更是闭紧了房门。而此时，又有一家人向警方报案，苏娟的妹夫严强的家人从邻村赶来报案称，严强已经7年都没有回过家了。案件办理到这个时候，侦查员们都震惊了。从警18年的朴岩告诉记者，他之前也办理过女性杀人的案件，杀死3人就已经足够令人惊骇的。如果这严强也是苏娟给杀死的，那他简直就是宁安头号女杀手。经过讯问，苏娟供认严强就是他亲手杀死。2003年的2月，苏娟的妹妹苏宁和丈夫严强先后从宁波打工回来，因夫妻感情不和，苏宁提出了离婚。严强这时不同意，还为此用菜刀剁掉了自己的一截手指。感到害怕的苏宁在苏娟的帮助下偷偷地离开了杏山村。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发现媳妇儿跑掉的严强气急败坏地来到了苏娟家里。
他抄起菜刀，声称要砍死儿子，只要儿子死了，苏宁就能回家。苏娟为了阻拦严强，将他推倒在院内，随手捡起了一个玻璃瓶，砸向严强的太阳穴。10几分钟以后，严强停止了呼吸。杀人以后的苏娟非常害怕。此时苏娟的父母从外面回来，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并没有报警，用4轮农用车装上尸体以后拉走了。但是父亲并没有告诉苏娟是如何处理掉严强尸体的。2008年，苏娟的父亲因病去世了，严强的尸体下落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按照苏娟的供述，她是误杀严强的，但在严强死后，苏娟的一系列行为看来，似乎又像是早有预谋的。苏娟用严强的手机以严强的名义给在广州打工的姐姐严红发送了短信，称嗓子发炎说不了话，要姐姐借1万元钱给他，他要盖房子，等苏娘回来好好的过日子。接到短信以后，严红立即给母亲汇了1万元钱。严强的母亲见到苏娟来取钱的时候感到非常诧异，苏娟谎称严强不好意思见家人，委托他前来取钱，但是严家人并没有把钱交给苏娟。之后苏娟又是故技重施，用严强的手机分别给严家人和苏宁发送了短信，称要出去打工，要混出个样来再回来，请家人不要再找他。这一骗就是7年。7月21日，记者来到了杏山村苏娟家，大门已经贴上了封条，藏匿尸体的菜窖清理得干干净净，院内堆满了从菜窖里清理出来的垃圾。关于苏娟杀人的消息，每个接受采访的村民都表示无法相信。苏娟的邻居刘静香告诉记者，苏娟人很好，很热情。自从父母相继去世以后，苏娟就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过。邻居都说苏娟对孩子们都很好，尤其对弟弟和妹妹的孩子都十分溺爱。虽然说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苏娟对孩子们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那几个孩子用的书包还有文具盒都是村里最好的。刘静香说，他经常到苏娟家里去串门，苏娟能干活，开拖拉机，骑摩托车，男人能干的活他都能干，看不到他有闲着的时候。到了晚上8、9点钟，家家户户都休息了，苏娟还要洗衣服，常常洗到后半夜。杏山村的会计王国胜与苏家做了20多年的邻居，他说，苏娟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家里有30多亩田地，他虽然说靠种地为生，但是很大方，花钱从来都不计较。23、24岁的时候嫁到了邻村，3年以后带着儿女回到了娘家。2001年前后，苏娟的母亲去世了，苏娟就一直在娘家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的孩子。由于住前后院，王国胜发现苏娟常年开灯睡觉，他家的灯都是一宿一宿的点着。一个与苏娟要好的村民告诉记者，苏娟常年失眠，喜欢抽烟，一天能够抽掉1盒烟。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村民们提到苏娟与刘老六的关系时，表情都很暧昧。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俩好。王国胜也回忆说，刘老六生前好像是似乎对严强的死略知一二。一次醉酒以后，和自家的3哥哭着说，我如果要是死了，一定是死在苏娟的手上。不幸的是，刘老六一语中的。7月22日，记者在宁安市看守所见到了苏娟。女杀手并没有狰狞的长相，身材较高，肩很宽的苏娟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喜欢死死地盯着人看，长期的失眠使她双眼四周的皮肤上长满了斑点。
苏娟双手的关节十分粗大，看起来就像是一双男人的手。为了能让苏娟配合采访，侦查员为她准备了一包香烟。一支烟点燃以后，苏娟说，她到看守所的第一天交代完全部犯罪事实以后，睡了一个好觉，足足睡了2个小时。这么多年，她头一次睡了这么长的时间。说完这句话，对话便停止了。苏娟不愿意再开口谈犯罪经过。记者开始与苏娟闲聊，聊她小时候的生活，然后聊她的婚姻。几支烟之后，苏娟向记者讲述了与之前供述并不相符的情况。苏娟说，她杀死刘家兄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们的性侵犯。今年4月份，弟弟出门打工，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刘老大和刘老六经常借着帮忙干活的机会来骚扰苏娟。刘老大由于年岁太大没能得逞，但刘老六强行侵犯了苏娟。苏娟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男人都这么对我。婚姻的不幸让她身心俱疲。当今年春节得知丈夫在宁波与人同居，对方已经怀孕的消息时，苏娟对这段婚姻已经彻底死心了。她也因此痛恨所有的男人。于是她把安眠药粉末装进了胶囊里，骗刘家兄弟2个是男性保健品，先后杀死了刘老大和刘老六。而在警方的案卷记录中，苏娟把自己与刘老六的关系描述为半推半就，并未提到强迫的字样。看守所里的苏娟说，她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要见见4个孩子。苏娟的女儿已经14岁了，妹妹苏宁的儿子18岁，而弟弟的女儿12岁，儿子才8岁。如今4个孩子都离开了杏山村，弟弟妹妹的孩子从2001年就和苏娟在一起生活，感情非常深厚。弟弟家8岁的儿子一直称呼苏娟为妈妈。年幼的他并不知道，正是自己叫了8年的妈妈杀死了他的亲生母亲。提到孩子，苏娟痛哭流涕。她说，在4个孩子中，她亲生的女儿最不得宠。她加倍的对弟弟妹妹的孩子好，就是想要补偿内心的愧疚。守着这么多年秘密，生活真的太累。苏娟称自己很多次都想到了死，但是一看到这4个孩子，她就放弃了。她想把孩子都培养成人之后，再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苏娟没能等到那一天。